呢一日係我嘅 last day， 我辭咗職啦，對住無敵大海景做嘢，出入國際級嘅大型銀行，作為香港最高收入嘅打工仔嘅一群，曾經有一刻我以為呢，我真係成就解鎖。事實就係，當你餐 lunch 呢都係喺自己台面食，個海景幾靚都冇用，冇時間睇，朝9晚10 weekend 都要 on call， 去到返工放工，日日如是，生活越嚟越冇動力。我自以為嘅成就啊，不單止冇令我越嚟越開心，我嘅生活呢仲好似一個無底黑洞咁，越掘越深，直到連我嘅健康都出咗問題。但係咧，辭職又冇本錢喎。我出嚟做嘢冇幾耐嘅時候咧，就已經喺度諗啦。點解咧我個 appraisal 咧一定要我老闆寫嘅？點解我嘅 KPI 咧一定要佢定呢？喂，如果佢唔中意我，咁我咪好慘？啱，因為咧全世界嘅企業文化都係你要幫你個老闆搞掂佢個問題，如果你搞唔掂佢嘅問題，你就變成佢嘅問題啦。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我個女咧係得11個月大嘅啫，佢已經等咗我成日，因為咧我好夜先收工，翻到嚟屋企咧都冇時間同佢玩，然後我三爬兩撥咧食完啲飯之後就即刻又衝入房，因為咧我要同美國嘅同事開 call。我仲記得咧嗰陣時係佢喺後面咧個門嗰度啊，係咁拍，係咁喊，係咁叫。嗰陣時咧我開緊 call 噶嘛，冇人聽到我講乜嘢，係嘈到咧，所以我嗰陣時係即刻同阿韓仔講：喂，韓仔啊，你快啲幫我搞掂佢啊！做咩咁嘈啊？撳住佢啦！咁然後咧，連美國嗰啲同事咧都喺度講話：其實你使唔使搞掂咗小朋友先開 call？OK 嘅，我哋遲啲開啦。咁突然間嗰刻咧，個同事講完之後，我就好似覺得係喎，我真係將呢3個嘅同事喺個 call 裏面擺喺我個女之上。其實嗰一刻呢，我好內疚。如果你唔主動用你嘅時間去解決你面對緊嘅問題，你嘅時間就係賣咗俾你老闆啦。富爸爸窮爸爸嘅作者 Robert Kiyosaki 咧，佢就形容呢一種生活咧就係一個老鼠圈，即係永無休止。一個星期有168個鐘，扣除我瞓咗覺嘅時間，我老闆其實係控制緊咧超過我一半嘅清醒時間。喺嗰次嘅開會發脾氣嘅事件之後咧，我發覺係如果我 handle 唔好自己個底線啊，我嘅老闆唔止係買咗嘅時間，仲買埋我嘅生活，買埋我嘅情緒，買埋我同屋企人嘅關係。我又記得有一年啦，我老爺過咗身，咁所以咧我要即刻飛返韓國。咁我記得咧嗰陣時我係 handle 緊一個 project， 嗰單 deal 係就快 close， 而我又係唯一一個 handle 緊嗰個人。咁嗰一刻咧，我就將啲嘢拎晒返去。咁咧韓國嘅喪禮咧，通常裡面有依間房，依間房咧係俾佢啲屋企人，因為佢要留晒喺嗰度5日，咁咧所以佢哋就會可以喺嗰度瞓覺。但係咧其實呢個房咧最終係俾我用嚟做嘢，即係嗰啲屋企人都喺度問我：你喺度搞咩 ring？我喺度做嘢。其實嗰刻真係覺得好癲，因為咧點會有人屋企人過咗身咧都繼續做嘢喺個房嗰度？好似咧我搞唔掂嘅話，成個市會冧啊、崩啊、幾百億冇晒啊、世界末日咁啦。總之好大件事啊，覺得自己咁喺呢個咁高壓嘅工作環境之下咧，我就持續做咗好多年啦。我都以為呢種生活咧係正常，直到一日有一個同事，咁我叫佢化名 Peter 啦。咁啊 Peter 咧係醒目仔嚟，由 trainee 開始咧喺我哋銀行做，自己 handle 好多 project 噶啦，未試過見佢咧早過我走，日日都做到好夜。咁當然啦，人望高處啊嘛，佢可能試過揮過啦，總之攞唔到佢想要嘅人工或者係升職啦，咁隔離鋪肯俾佢要嘅嘢，咁佢咪辭職走。咁我記得嘅，佢一辭職嗰下咧，嗰日咧係啲同事喺 pantry 講：哇，點算啊，搞唔掂喎！佢搞緊咁多嘢，真係走啊！即係好似啲同事喺度諗啊，會唔會成條 team 會喐唔到㗎？但係我好記得喺 Peter 走咗之後嘅第2日，我翻到公司，其實係成條 team 嘅人仍然係都係坐喺度啦，繼續做嘢啦，deal 又照 close 啦，冇大事發生過。茶水間咧仍然係有熱水嘅，咁好似生活如是咁啦。過咗幾個星期咧，有另外一個女同事就過嚟 replace Peter 啦。咁佢一直做落去咧，漸漸咧就係其實冇人再提過 Peter， 好似佢咧冇喺呢間銀行出現過咁。Peter 絕對係一個好員工，但係唔代表一間公司冇咗佢係唔得。嗰一刻我 realize 到咧，我之所以將啲嘢攞埋去喪禮嗰度做，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重要，冇咗我係搞唔掂嗰啲嘢，會死嘅。但係事實就係你嘅工作咧，永遠係可以俾人取代。之前咁大嘅壓力係自己俾自己嘅。當然，我認為人生喺唔同嘅階段，你係有唔同嘅需求或者責任，你絕對可以將你嘅工作放喺第一位，或者你可以絕對放你個家庭係第一位。將啲嘢做好，只不過係代表一個人嘅修養，一個人嘅責任感。咁我絕對係認同，即係交到你手上，想將啲嘢做好佢。但係
當你呢個人生階段同埋事業出現咗一個錯配嘅時候，令到你長期持續咁樣做一啲自己冇熱誠嘅嘢，最尾搞到自己身心都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咁樣係一個折磨。當然啦，頭先講嗰啲呢，只不過係我喺銀行做咗咁多年嘢之中嘅其中一啲少少經歷，但係其實長期啊，即係做咗咁多年，每日都遇到一啲唔同嘅嘢，刺激到我喺度諗啊，係咪真係要繼續喺度一世呢？係咪永遠都走唔出呢個老鼠圈呢？我話要走出啫，真係咁容易咩？每個人都有好多咁嘅責任同埋負擔，有啲又要供養父母啊、仔女啊、供樓啊，仲有好多費用，一張張咁樣每個月嘅月結單都要交噶嘛。咁唔通真係咩都唔理就咁辭職咩？咁我算係好彩嘅，因為我廿幾歲啊，好早嘅時候已經喺度諗啊，點樣可以走出呢個老鼠圈。所以當時我係 focus 咧，點樣去揾一個辭工嘅本錢。辭工嘅本錢我喺度指咧，係你喺冇一個正常工作嘅收入之下，你瞓住覺咧都有呢個現金流或者係一啲 passive income 啦，被動收入咧係支撐你嘅生活。喺度咧，我唔係講一個豪華版，即係咩退休啊，又去遊輪啊，又去環遊世界啲豪華版退休生活。我係講緊咧係點樣可以應付你普通嘅生活開支咧。所以辭工嘅本錢咧就係等於你嘅每月嘅現金流加埋咧6個月嘅生活費，即係應急錢啦。巴菲特就有句名言，佢就話啦：如果你唔可以喺瞓覺嘅時候揾錢咧，你會一直做嘢做到死嗰一日。所以呢個瞓住覺都賺到嘅收入咧，我哋會叫佢現金流或者係 passive income。喺我辭職之前咧，我就已經整好晒我每個月可以收到嘅現金流，因為咧我知我一辭職咧，我嘅工資收入咧就會等於0啦。我自己就做好多唔同嘅現金流嘅，包括存款利息啦、債息啦、股息啦、租金啦，呢幾隻咧都係我主要嘅被動收入來源。呢度咧我會逐隻同你解釋一下啦。最容易創造而風險最低嘅現金流咧，就係存款利息啦。今日好多謝 iFAST Global Bank 去贊助呢段影片。iFAST 咧係一個英國嘅持牌銀行，母公司係 iFAST Corporation， 喺新加坡咧主板上市。iFAST 依家嘅活期年利率咧係高達4.25%，即係你放10萬嘅英鎊入去戶口度，一年咩都唔做咧，就有4250蚊嘅利息收入啦。定期存款嘅利率咧更加去到4.65%。好多人都將佢嘅投資多元化，唔少人咧都有買賣外幣，開一個 iFAST 戶口咧就有齊英鎊、美元、港幣、新加坡幣、人民幣同埋歐元啦。6隻嘅貨幣存款都受到英國嘅 FSCS 嘅保障，保障最高咧高達85000英鎊。我知一啲咧喺英國街邊見到嘅銀行咧，好多都有呢個存款嘅要求嘅，但係 iFAST 係少有嘅冇存款上限，亦都冇最低存款要求嘅英國銀行。我知道唔少人咧喺開呢個外國嘅銀行戶口嘅時候遇到唔少困難，因為好多銀行都要求你俾當地嘅住址證明同埋身份證明文件。呢個位咧真係要讚下 iFAST， 因為咧 iFAST 係唔需要用英國嘅證件咧就幫你開到戶口噶啦，交齊韓國嘅住址證明、居留或者居住證明咧都開到戶口啦。所以香港人咧都可以用香港嘅證件同埋地址開戶嘅，開戶連結就喺下面啦。我自己覺得利用呢個存款做利息現金流嘅話咧，係絕對一個 level 1同埋人人係可以做到嘅入門版現金流，因為咧可以幫你平衡翻回報啦同埋風險。當然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可以做現金流嘅，雖然佢哋唔係好似 iFAST 咁接近無風險嘅存款，但係呢啲其他嘅工具可以幫你創造唔同嘅收益回報。第二種工具咧就係債券啦，亦都係 fixed income 固定收益。顧名思義啦，即係話債券嘅投資者可以喺特定嘅時段裏面咧得到一個固定嘅收益，所以咧係相對嚟講比較保守同埋穩定嘅工具。好多嘅投資者咧喺佢個 portfolio 裏面都會利用債券或者頭先我講嘅高息存款咧去作為呢個股票嘅對沖，用嚟平衡風險。但係咧直債嘅入場門檻比較高，最平嘅可能都要講緊幾萬蚊，而好多咧都係幾十萬嘅起跳，甚至百幾200萬都有。咁如果想入場門檻低少少咧，就可以揀債券 ETF， 但係債券 ETF 咧，佢自己對利率嘅敏感度就比直債高，因為佢哋通常係一籃子咁樣持有好多有相似到期日嘅債券，但係債券 ETF 咧喺到期嘅時候，佢唔會好似直債咁翻去佢嘅票面價值，所以相對嚟講，佢嘅價格波動可以大好多，即係風險較大啦。另外一個要講嘅工具咧，就係美股嘅收息股。通常喺美股嘅世界裏面，可以派息嘅公司通常都係咧
業務已經係比較穩定啦，比較成熟嘅公司，所以佢哋對經濟週期嘅敏感度咧就唔係咁大，所以一般嚟講，收息股係比美股嘅科技成長股咧風險低好多，好多咧都係每季派息，咁你就可以做咧一個每3個月就有一個現金流嘅計劃啦。美股嘅收息股嘅好處咧就係大部分佢哋一個好歷史悠久嘅派息期，同埋會定期增派呢個派息率，而 payout ratio 都係好高。但係一般嚟講，如果一間公司選擇將佢嘅利潤透過股息去返還翻俾呢個股東嘅話，即係話佢哋會少咗錢去研發 R&D 或者係增加公司嘅擴張能力，所以一般嚟講，就算呢個收息股年年增加派息，佢增加嘅幅度都應該追唔到呢個成長科技股佢哋股票個股價嘅增長幅度。而亦都要留意啦，美國嘅股息咧係要交30% 嘅股息稅。另外一個好多香港人都會做嘅現金流咧，就係買樓收租做包租婆啦。咁喺我辭職之前咧，我自己都有喺韓國嗰陣時買咗物業去收租嘅。當然啦，買樓嘅門檻高好多，你做嘅槓桿咧個比率都可能會高好多。但係如果你都想參與呢個房地產市場嘅話，可以做一啲 REIT 嘅投資，即係房地產信託基金啦。喺美國，所有嘅 REIT 咧都要將佢哋利潤裡面嘅90%利用股息咧返還翻俾股東。呢個係根據咧美國稅局嘅規定，所以美國嘅 REIT 咧係出名啱一啲好中意收息做現金流嘅投資者啦。而美國嘅 REIT 咧通常都係1個月就派一次息，所以你可以做一個月度嘅現金流。當然啦，揸住 REIT 梗係比揸住層樓嘅流動性咧大好多啦，因為咧 REIT 咧係可以喺美國嘅證券交易所嗰度咧做自由買賣，即係咧有開市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將佢好似股票咁樣做買賣啦。不過都要留意啦，美國嘅 REIT 咧同樣都要交呢個30% 嘅股息稅，而因為佢都係房地產市場投資嘅一種，所以咧都會受到呢個利率政策嘅波動而影響嘅。REIT 嘅股價都可以波動好大㗎。頭先我講過嘅4種現金流工具咧，除咗你要留意稅同埋交易嘅流動性之外，當然要留意你自己嘅風險胃口啦。喺度咧，我就整咗一個風險排行表，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嘅風險胃口，按你嘅需要係撥出唔同嘅比例放喺唔同嘅資產工具上面。如果呢個風險胃口係極細嘅話，你可以考慮放多啲喺 iFAST 或者呢類型嘅存款戶口裏面，因為佢係受到英國嘅監管機構保障，風險就最細。咁我辭咗職咧，已經係4年啦。4年後嘅今日咧，坐喺度同你哋分享話辭職之前要知道嘅幾件事，講咧就好似好容易，但係咧實際真係做落去，我知係非常非常之難。另外一樣咧，我發覺好 common 嘅就係好多人都辭唔到職咧，係因為當然啦，第一梗係錢啦，你唔做咁邊個養你，邊個交水電煤係咪？錢係一定係第一位。另外一樣咧係我自己理解到係一個社會地位 social status 呢樣嘢，因為以前做嘅銀行工係社會上面大部分人都認可嘅框架啦，即係所謂嘅高薪厚職啦。人係群體動物，所以好容易咧就會想係要身邊嘅人去認同我自己。所以嗰陣時我發覺自己係有少少自己催眠自己啊！呢一個生活就係我想要嘅生活，因為大家都講呢個生活先係最好嘛。直到嗰一年，我係因為呢個精神壓力太大，要去睇醫生。喺個診所出嚟嘅時候呢，我記得係喺尖沙咀，當然啦，好多名店，大家都着得好靚。咁我一個人喺度行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唉，我係咪真係咁就一世呢？我係咪真係一定要留喺度繼續做呢？呢一個係咪我真係想要嘅生活呢？定係社會嘅價值？咁我嘅價值係乜嘢呢？有人話你要辭職得，你儲500萬啦，或者儲1000萬啦，越多越好啦。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我睇咗本書就係 4 Hours Work Week。睇完之後，我深深體會到咧，其實每個人佢係冇一個實際嘅數可以話俾你聽，你要幾多錢先至可以令到你開心，因為每個人對生活嘅價值，自己嘅價值都唔同，所以唯一一個可以話俾你聽，你要有幾多錢先可以夠辭職嘅人呢，就係你自己。好多謝你哋睇段影片睇到呢度，今日整呢段影片都整得幾開心啊，因為呢，我係喺個電話度睇咗好多舊相，喺度諗下有冇啲相可以擺落個 video 度，咁所以啲回憶係湧晒上嚟。
諗咗好多年自己喺即係銀行嗰啲經歷啦，唔錯，希望咧呢段影片幫到你哋。咁再一次咧多謝 iFast 去贊助呢段影片。講到用呢個 iFast Global Bank 咧，我自己最滿意係佢嘅開戶流程。佢哋係我開過嘅離岸戶口裏面最容易開嘅一間。用電話或者電腦咧填表 upload 文件咧就搞掂啦。人唔喺英國都得，全部喺屋企搞掂晒，好快咧就開到戶口啦！依家推薦你個親友開呢個 iFast 戶，完成呢個指定嘅入金任務，你哋兩個都可以各自得到呢個5英鎊嘅現金獎賞。呢個優惠係無上限嘅，即係話你越分享得多，你就越多回贈啦。詳情可以睇翻下面嘅資訊欄連結啦。喺度我都想你哋幫我一個細細嘅忙，就係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個 channel 裏面咧有40%嘅觀眾係訂閱咗，我希望呢個 number 咧可以上到50%。你嘅一個訂閱咧可以幫我哋嘅 channel 走得更遠。唔該晒。